我爹是心慈人善的大夫，从山里救回一个昏迷不醒的美貌妇人。上一世，爹爹费心费力把她救活后，才知她是朝中走丢的太后柳氏。皇帝萧玉把她接回宫前，让太医给她把脉，竟发现她怀了1月有余的身孕。太后柳氏一口咬定只在我们家里待过。旁边的贵妃苏氏煽风点火，说我爹垂涎太后柳氏美貌。皇上萧玉盛怒之下，不仅没给任何赏赐，还命人阉了我家全部男丁，将我们活剐而死。重来一次，我把他丢到了青楼门口。灵犀过来，帮爹爹搭把手。我爹是村中有名的郎中，心慈人善，给乡亲们治病，时常分文不取。他从山中采药回来，顺手救了个昏迷不醒的中年女子。爹爹回来的晚，月亮上了柳梢头，月光照在他伏在怀里的女人脸上，保养得宜的脸上，柳叶眉弯弯，一看就是用了上好的罗带描摹，光洁如玉的肌肤，只有眼尾有几根皱纹，叫人瞧不出她的真实年纪。虽然闭着眼睛，也掩不住她成熟极有韵味的美貌。见到她的第一眼，我却遍体生寒，见到了恐惧至极的东西一样，牙关咬紧，手指更是攥得咯咯作响，仿佛前世剔骨剜肉的刑罚还落在身上。我爹温声催促，灵犀还愣着干嘛？快把病人扶进去。我没有动弹，一张脸煞白，眼中掩不住恨意，死死地盯着他。爹，这个女人不能救，快点把她丢回去。我爹这么多年行医救人惯了，听我说要把昏迷不醒的女人丢回荒山野岭。我爹怔住之后微沉了脸，责备起来，灵犀，爹爹平日里如何教导你的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山中有狼，她一个生病不醒的弱女子，把她丢回去肯定活不了。我爹眼中多了分急切，这不是眼睁睁送她去死吗？灵犀，你怎么了？是怪爹爹采药回来晚了，快别跟爹爹置气了，先把人扶回药堂再说。而我像是听不到爹爹说的话，挡在门口，一步也不退让。救了她，我们许家满门才一个都活不了。上一世，我帮着我爹把人扶进了药堂，我爹每天早出晚归为他采药治病，而我和我兄长景渊2个人轮换着守在他身边，给他喂药，好不容易把人救活。醒来后的妇人感激不已，口口声声说感激我们一家的救命之恩。他的儿子并非一般人，到时候无论我家想要什么赏赐都能满足。没过几日，微服出行的皇帝萧玉带兵围住了整个村子找人，我们一家才知救下的妇人竟然是当朝身份高贵的太后柳氏。太后柳氏主动提起我们一家都是她的救命恩人，这1个月以来她都是住在我们家里。皇上萧玉答应会重重赏赐。接太后柳氏离开前，皇上萧玉身边的宠妃苏氏状若无意说了一句，太后柳氏看上去丰腴了不少，还一直捂着自己小腹，不会是村中庸医没治好，留下了什么后遗症吧？皇帝萧玉起了疑心，让身边的御医给太后柳氏把脉，竟然诊出太后柳氏腹中竟然有了1月左右的身孕。皇上萧玉的脸色霎时难看至极，先帝病天后，太后柳氏早已寡居多年，怎么会突然怀上野种？太后柳氏大惊失色，脸色煞白，望向我们，一口咬定只在我们家中住过。她昏迷了几日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皇上萧玉身边的宠妃苏氏也跟着煽风点火，指着我爹，定是乡野贱民贪图美色，见太后柳氏风韵犹在，一时起了色心，趁着太后柳氏病中不省人事，玷污了太后柳氏，才使太后柳氏有了孽种。太后柳氏用袖帕捂着脸，羞愤垂泪，哀家把你们当成恩人，还向皇帝萧玉替你们求赏赐，你们居然对哀家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。我娘芸娘离世后，我爹没有再娶，清清白白一辈子，在村中极受人爱戴，竟被太后柳氏指责心思不正，趁她昏迷玷污她怀了野种。悲愤之下，我爹竟生生呕出心头血，撞死在御前侍卫的刀刃上，以死证清白。咽气之前，我爹还在断断续续哭求，此事是悲民的错，求皇上萧玉饶了悲民，一双儿女。可皇帝萧玉还是没有放过我们满门，他为了给太后柳氏出气，你们许家男人色胆包天欺辱太后柳氏，那脏东西就不要留着了。皇帝萧玉轻飘飘的一句金口玉言，就淹掉了我家所有男丁。就算是这样还不够，他又下令将许家所有人活剐而死，刀尖一下下弯在身上，兄长景渊的惨叫声也响在耳边，直到几十刀之后活活疼死，血流尽了才罢休。全族人死后，皇帝萧玉还下了命令，谁也不许为我们家收尸，暴尸荒野，任由虫子野鸟啃食干净。眼见这一事，我爹又心善地从山里救回了太后柳氏，执意要把这个害死满门的女人搀扶进家门。我心中的恨意害怕到了顶峰，情急之下，我咬破舌尖吐出了一口血，爹爹才惊慌失措起来，丢下了太后柳氏，慌忙来给我把脉。我爹医术高超，把脉之后就查出我只是心绪紊乱，身体没有大碍。我看了一眼瘫在门口昏迷不醒的太后柳氏，眸光凉凉地从她小肚子上划过，算算时间，现在她肚子里就已经怀上了来路不明的野种，只是月份太小，加上她昏迷虚弱，才让爹爹一时没有检查出来。等她苏醒之后，爹爹要再给她把脉，她推三阻四，说什么也不肯了。这个野种他分明知道是谁的，却赖在了我爹身上，害得我们满门惨死。我爹看出了我的小心思，叹了一口气，灵犀正不喜他，是在哪见过他吗？我嘴唇动了动，关于前世的种种差点脱口而出，硬是咽了回去。我故意撒娇道，爹爹答应为娘亲芸娘守节的，我不想爹爹再娶别人。爹爹是不是瞧他跟自己年纪相仿，丰腴动人，起了别的心思？我爹脸色涨红，又泛起青色，瞪了我一眼，灵犀，不许乱说，我对你娘亲芸娘一心一意，答应他不娶，便一辈子不会有别人。医者父母心，我只是不忍心见死不救。我心中冷哼，爹爹是人善一片，
却救回了一条要他命的毒蛇。这辈子无论如何，我绝不会让这条毒蛇再害死我们全家。我笑了起来，医者眼中不分男女，可别人不会这么想。我们家又没什么女眷，她一个女子贸然住进来，总归不好。万一她是谁家走丢的夫人，荒山野岭昏迷这么久，她丢了清白之类，到时候说不清楚。前世我们谁也没想这么多，只一心想救人。这一次经我提醒之后，我爹沉吟着摸了摸胡须，点了点头。女儿说的有道理，也罢，就不服他进家门，给他喂2副药，能不能醒过来，就看他自己造化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心却没有完全放回去。我爹还是太心软，根本不该救他，得把他扔得远远的才行。晚上出去行医的兄长景渊回来了，他同样看到了门口昏迷的妇人，他着急去找我爹。我听着门外的一举一动，见我哥神色匆匆去了药堂，我赶紧跟了上去。爹，外面有个妇人昏迷不醒，情况危急，怎么不把她带回来医治？我看他脸色惨白，倒是一副可怜的样子。我的兄长景渊皱着眉，一脸不解又着急。我爹分着草药，闻言踌躇了一下，苦笑起来。灵犀闹脾气，不许我把她带进家门，她一个女子，确实有些不方便。兄长景渊皱了皱眉，医者只在乎治病救人，哪在乎病人是男是女？是妹妹太在乎爹的名声了，害怕爹会另娶。兄长景渊压低声跟我爹商量好，待会儿等妹妹睡着之后，再把她偷偷扶进来，把她安置在药堂中治病。等她醒了，就送她离开，不让妹妹知晓，免得妹妹发脾气。我的眉心狠狠一跳，心立马砸向了谷底。看来只要这个祸害还在，兄长景渊和爹爹都会狠不下心，弃他不管。夜深人静后，兄长景渊敲了敲我房门，见我没来开门，确定我睡熟了之后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妹妹睡着了，他跟爹爹一起，2个人搀扶着太后柳氏进了药堂，还跟前世一样。我的心不安的剧烈跳动，几十刀割在身上的剧痛，像是牵扯着灵魂，又疼了起来。我一夜没合眼，早早起床，进了厨房，给他们做了早膳。兄长景渊和爹爹起身后，看到一锅薄粥和一笼我亲手包的包子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灵犀，辛苦你了。爹爹拉着我坐下一起用膳，因为常年采药，落在我手背上的手指又黑又粗糙。等爹爹攒够了钱，就去城中买下你看中好久的那条皱纱裙。我眼眶烫了一下，心口被啃咬的疼。前世到死之前，爹爹也没攒够钱，去一趟城中给我买下裙子。爹爹和兄长景渊给村里人治病，收的诊金极少，为了节省花销，药材都是他们天不亮冒着危险进山亲手采摘的。谁说好人就会有好报？爹爹和兄长景渊做了一辈子好人，清贫到死，却轻易就被人冠上畜生禽兽，没有医德的骂名。我永远不会忘记太后柳氏抹着眼泪，一副羞愧恨不得去死的样子。哀家以为他们是好的，谁知道他们表面上是人善医者，背地里都是畜生，说不定不止一个对哀家做了那种事，哀家不要活了。皇上萧玉听完更是脸色发青，宠妃苏氏也笑着瞥向我阿爹，一个老头子，年纪快50了，很难能一举就中，让母后再怀身孕。我看啊，他的儿子说不定也参与其中。2个男人不知在村子里暗中糟蹋了多少女子，不对他们处以重刑，难以平定人心。等我艰难地从前世回忆中回过神，爹爹和兄长景渊已经昏睡了过去。没错，我在早膳中做了手脚，待他们没有知觉后，我走进了药堂，见到了恨之入骨的那张脸。我拔下发簪，稳住发抖的手指，抵在他纤细的喉咙上，只要刺下去，就能让他死得神不知鬼不觉。但发簪要更深一点，刺进去的时候，我还是停住了。我爹救了一个美貌妇人回来，很多村子里的人都看见了。1个月之后，皇上萧玉就会带兵找来，到时候我们交不出人，说不出他的下落，也会受罚。既然如此，我找来了板车，用茅草一盖，把他推进了城。一国太后柳氏尊贵无比，既然他要为肚子里的野种找个倒霉的爹，我可以成全他。趁着天色还亮，青楼没有开门迎客，我把他丢在了青楼门口，自己躲在暗处，花了2文钱买了串糖葫芦，坐下来慢慢看。青楼开门点灯，龟公自然也发现了躺在门口的女人，晦气，谁把死人丢在这了？他踢了一脚，发现是软的，细细端详了2眼，像是发现了宝一样，找来了老鸨。您瞧瞧，送上门的好货色，虽然年纪大了一点，但有恩客就好这一口。这脸，这身段，还有这皮肤，一看就是高门府邸里娇养的贵太太，不知道怎么被人丢在了这里。老鸨蹲下身，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8成是家道中落，哪个不孝子没钱给老娘治病，才扔来了青楼。行了，既然人送上门了，就把他带回去，给他治病的钱就从他接客里面扣。我咬完了最后一颗糖葫芦，冷笑看着当朝高贵的太后柳氏被龟公背进了青楼里面。这一世，他肚子里的野种赖谁？也赖不上我爹和兄长景渊了。回去之后，免不了被我爹和兄长景渊训斥了一顿，但我打死咬定人不是我送走的，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爹和兄长景渊不放心，找了一圈，哪能想到他已经到了青楼里。找了2日后，实在不见人影，也只好作罢。半个月之后，我原以为已经躲开了前世的命运，竟又看到他从青楼逃出，找了回来，化名秋娘。找村子里的人到处打听我家医馆所在，说是我爹救了他，对他有恩，他回来想报恩。报恩报仇还差不多。秋娘拉着村子里人说的声泪俱下，求你们一定要告诉我许家医馆在哪。许大夫当初从山里救了我，这份恩情我不能不报，我必须见到许大夫，亲自谢过他。青楼里的男人太多了，他思来想去，还是拉着我家人当倒霉爹最好。村里人信以为真，
好心的给他指了位置。我咬紧牙，心口突突跳个不停，当朝太后柳氏竟像是甩不掉的恶鬼一样，非要缠上我们一家不可。我赶紧找到我爹，让他去村头看病，又让我哥进山里挖草药。我哥一脸迷糊不解，草药才挖过，医馆里还不缺。我故意捂着小腹，那个我越是快到了，兄长你去挖些止疼的草药回来。他将信将疑，还是被我赶去了山上。医馆里只剩下我一个，我关严了大门，还搬来椅子抵住，谁来敲门也不开，绝不给他陷害我们全家的机会。很快，他来了医馆门口，一遍遍敲门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我淡定地翻看医术，像是听不到，渐渐的敲门变成了推搡。他不甘心地喊：“许大夫，你在家吗？我之前在山里昏迷，被你救了回来，特意上门谢恩来了。”我嗤之以鼻，见我不开门，外面的声音带上一丝委屈的哭腔。很快，门外围了不少人。她身为太后柳氏，向来养尊处优，保养得宜，看上去要比真实年纪小很多。白皙的肌肤，在干农活的村中妇人里面扎眼极了。不少人帮她说话，安慰她：“你别哭，不是许大夫不见你，许大夫心慈人善，是村里的大好人，他肯定是外出给人治病去了。”她哽咽着：“那我就在这里等许大夫他们回来，救命之恩必须亲自谢的。”我听得额间青筋直跳。我爹和兄长景渊见了他，肯定不会再赶他走，难道还要再被他赖上一次？算算时间，还有10天，皇上萧玉就会找到这了。我爹他们一直不回来，他就一直守在门口，寸步不离。忽然门外传来叫骂声，透过门缝去看，王村长护在了他前面，那小丫头片子在医馆里面呢。他故意不来开门，一肚子坏水，不知道在盘算什么心思。小丫头善妒，怕你成了他后娘。秋娘你别落泪了，他铁石心肠，故意把你关在外面，让你晒毒太阳，不如去我家坐坐。你看你皮肤又白又嫩，跟豆腐似的，晒坏了不叫人心疼。我捂着嘴，差点笑出声。王村长看他美貌，动了歪心思。我正愁怎么摆脱他这个祸害，王村长就送上门了。他迟疑了一下，眸光闪烁，就跟着王村长走了。等我爹和兄长景渊回来的时候，门口看热闹的人已经散了，但他们还是听闻到太后柳氏找回来的事。我爹板着脸数落我：“灵犀，你怎么不开门让他进来呢？开门让他进来，再害我们全家一回吗？”我的兄长景渊也不认同，王村长不是好人，经常骚扰村子里的女人，甚至玷污了好几户人家的闺女。我一挑眉毛，那不是正好踏入狼口，刚好能狗咬狗。没过2日，太后柳氏偷偷摸摸来了医馆，她低着脸，声音细细的，透着点与王村长里人不一样的雍容气度。“许大夫，能不能给我开点打胎药？”我爹还没听清楚，我已抢在了我爹前面开口：“这药我会开，你跟我来。”堕胎药我怎么可能开给他？我也想看看这一世堂堂太后柳氏怀上的野种又会赖在谁身上。身子一晃，我拉开另一边的药柜，抓了几副安胎药给他，里面放了十足的药量，哪怕大出血也能给他保住了。他拿了药，匆匆离开。眼看皇帝萧玉找来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他肚子里的野种还没有落掉。太后柳氏着急了，又来找我，她声音发尖的质问：“为何我肚中的孩子还在？你抓给我的是不是堕胎药？”我早料到他会找来，一点也不着急。“秋娘你多心了，你年纪大了，我给你的堕胎药药性温和，怕伤了你的身子，多喝几副，再过几日孩子便会打下来。”他不信我，但村子里只有我们一家子精通医术，再想治病只能去城里。可他好不容易从青楼逃出来，哪敢回去？当晚我收拾好珍贵的药材，放了一把火，烧了整个医馆。爹爹和兄长景渊被大火逼了出来，医馆门前已经停了一辆牛车，衣物已经装在了里面。“灵犀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爹爹震惊地问我。我眸光优良又认真地望向他们。爹和兄长可会信我？兄长景渊点头：“我们是一家人，妹妹的话我们怎么不信？”我的脸映着火光，慢慢笑了起来。我曾经做过一场很惨烈的噩梦。说完前世的种种，爹和兄长景渊很久默然无语。最后是爹爹回头看了一眼烧毁的医馆，揉了揉我的脑袋：“走吧，既是治病救人，到了哪都是一样，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。”兄长景渊也抢过我手里的药箱，这么重，让兄长来背。在漫天的火光里，我们一家人坐上了牛车，摇摇晃晃踏上了去往城中的山路。安定下来之后，我们偏居城中一隅，又开了一间小医馆。爹爹的诊金依旧收得极低，却在积攒之下为我买了前世没能穿上的皱纱裙。我穿着裙子回到村子里祭拜娘亲芸娘那天，正好遇上了皇帝萧玉封锁村子，他带着宠妃苏氏寻找祭天时走丢的太后柳氏。和前世一样，官兵将村子进出口堵得严严实实，我一时离开不了，索性找了村子里最大的一棵树爬了上去，看着官兵挨家挨户排查，最后查到了王村长家，在王村长家中找到了风雨了一圈的太后柳氏。王村长搂着太后柳氏出来，他见到微服私访的皇帝萧玉，不仅不跪拜，还咧着一口黄牙笑了起来：“你就是他儿子，他现在当了我的妾室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你是不是也得叫我一声爹啊？”皇帝萧玉气笑了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。2世了，大概还没有人在他面前敢如此张狂。王村长不乐意了，让你叫爹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说完，王村长扭头色眯眯地看向皇帝萧玉身边的宠妃苏氏，长得真标致，天仙似的，是我儿媳吧？来，他不叫我爹，你来叫一声。宠妃苏氏气得面红耳赤，纤纤玉指，指着他大胆刁民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皇帝萧玉气得脸色泛青，冷声下令：“
来人，把他拿下！王村长一个哆嗦，转头朝着太后柳氏喊：还不管你儿子，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，你哪有地方住？王村长还想说什么，已被护卫打掉了几颗牙，他这才害怕起来。母后，皇上萧玉快步走到太后柳氏身边，脸色依旧是一片阴沉。接下来的事情与前世没有区别，不过因为我给他抓了保胎药，太后柳氏肚子里的孩子发育得格外好。皇上萧玉才握住太后柳氏的手，就碰到了她圆鼓鼓的肚子，脸色瞬间僵住。母后，这是……太后柳氏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垂着脸低声啜泣起来，仿佛遭遇了天大的委屈和耻辱。皇帝萧玉则狠狠咬牙，才出声：御医出来，给他把脉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幕，御医把脉之后，吓得跪倒在地，半晌才说：他有了身孕。话音落下，皇帝萧玉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，周围无人敢出声，只有王村长抬起脸，一脸高兴，竟然径直站起身，还以为自己老来得子，捡了天大的便宜。他走到太后柳氏身边，含情脉脉抚上她的肚子：你有身孕，这么大的事情居然瞒着我。我眼前一闪，想起前世御医宣布她有孕后，爹爹拼死解释的场景。王村长还不知他即将面对的下场，来到皇帝萧玉面前：好儿子，你看你娘有了我的骨肉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王村长笑得合不拢嘴，他也看出面前的人非富即贵，还带着这么多护卫，他这一回算是捡到宝了。一家人。皇帝萧玉笑出声，脸色阴沉的要摧毁一切。他走到太后柳氏面前，冷声质问：母后怀的是他的骨肉吗？太后柳氏等不及要寻一个冤大头，她红着眼睛点了点头。受宠的贵妃苏氏娘娘讥讽地瞥了王村长一眼，还跟前世一般添油加醋，只是讽刺的对象从我爹换成了王村长。山野刁民见母后美貌，竟然生出了肮脏不堪的心思，害得母后千金之躯居然怀上了低贱孽种。依我看，要好好给他点教训，才能帮母后出气。你这样的贱民，也配让朕的母后怀上贱种？皇帝萧玉猛然出声，王村长吓了一跳，天底下能自称朕的只有皇上萧玉。他瘫软在地上，像个软脚虾一样不停磕头。太后柳氏泪眼婆娑，拿着帕子连连拭泪，哀家无处可去，只能被他胁迫。皇上萧玉若是责怪哀家，哀家可以带着孽种自裁死在这里。听到他的哭诉，王村长清醒了过来，他为了求条生路，对着太后柳氏破口大骂：你肚子那么大了，你到我身边才有几天，我打听过，之前你还待过青楼，肚子里怀的不知是谁的野种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坐在树上，冷笑欣赏太后柳氏还有皇帝萧玉脸上难堪耻辱的表情。前世我爹和兄长景渊被他们泼进了脏水，有口难辩。这一世脏水被泼回了他们身上，在这么多人面前揭露太后柳氏不仅怀了野种，还待过青楼，皇家颜面荡然无存。宠妃苏氏上前一巴掌扇在王村长脸上：你这个贱民，还不住口！太后柳氏娘娘金枝玉叶，怎么可能去过那种地方？我看是你不敢承认玷污了太后柳氏。王村长捂着自己半张脸，为了活命，他大声反驳：城里面那么多人都在青楼里见过他，有的还出钱点过他陪客。他话没有说完，一直用袖帕擦眼泪，一副受尽委屈不要活了的太后柳氏突然尖叫起来：皇儿快让他不要说了，把他处死掉！皇帝萧玉面露杀意，冷酷下令，把这个玷污太后柳氏的贱民先阉了，再活剐了。王村长吓得瘫倒在地，一股腥臭的尿味从他身上散开。处理完王村长之后，皇帝萧玉眼中寒芒还没有消失，他招来暗卫问道：村子里知道太后柳氏娘娘怀孕的人还有哪些？一个活口也不要留下！我躲在树上，浑身打了一个寒战。暗卫调查过之后来禀报，还有一户许家人是村子里的大夫，是许大夫救回了太后柳氏娘娘。皇帝萧玉脸上露出阴沉笑意，说出的声音却很柔和：去把他们一家都请来，就说朕要谢过他们的救命之恩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朝着曾经医馆的方向跑去，万幸的是那已经成了一片废墟。我带着全家人搬进了城里。爹和兄长景渊听完我前世之梦后，多了几分小心谨慎，对外用的是假身份、假名字。皇上萧玉一时找不到他们的下落，暗卫告诉皇上萧玉，许家人不知所踪后，他沉默了片刻，让暗卫继续追查我们一家的下落，若是找到之后，一个不留。我躲在树间一动不敢动，心跳到了嗓子眼。太后柳氏腹中怀的到底是谁的骨肉，才让皇上萧玉这么忌惮，恨之入骨？很快处理完一切后，皇上萧玉走回了太后柳氏身边。太后柳氏见到他，就忍不住瑟瑟发抖。他冷笑：母后给朕下毒，跟其他人私奔的时候，怀上他孽种的时候，想过今天吗？我捂着心口，屏息去听。太后柳氏激动起来：你把他怎么样了？哀家跟他青梅竹马，若非先帝非要哀家入宫，哀家早是他的妻子了。朕能容他活着吗？这种不忠之臣，自然是杀了他。从对话中，我听到了一段皇家秘辛：太后柳氏和当朝权臣陆衡是青梅竹马。去泰山祭天那日，太后柳氏为了同他私奔，给皇帝萧玉下了毒药，腹中还有了他的骨肉。皇帝萧玉清醒之后，抓回了权臣陆衡，却一直没有找到太后柳氏。那位权臣陆衡自然被灌下毒药，处死了。前世为了保住皇家颜面，皇帝萧玉明知这件事与我爹与我兄长景渊都没关系，却顺水推舟，让我们满门成了替罪羊，帮助掩盖太后柳氏与臣子私奔的丑闻。我恨得捏紧了掌心，上位者的一言，像是碾死蚂蚁一样，轻易就毁掉了平凡人的一生。接回太后柳氏，
皇上萧玉撤兵离开了村子，我顶着大雨回到了城中。爹爹和兄长景渊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一脸担忧。爹爹给我煮了驱寒的药汤，兄长景渊关切地问我出了什么事。我松开掐出血的掌心，恍惚地笑了笑。兄长，我想入宫当女官，当了女官要很多年后才能出来嫁人，若成了主子的心腹，一辈子留在宫中也是常事。若不接近上位者，前世的仇永远也不能报了。爹爹和兄长景渊只能东躲西藏，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。兄长景渊端着爹爹熬好的汤送到我掌心里，用不禁细心地擦去我脸上的雨水。妹妹想做什么，兄长和爹爹都支持你。我变卖了那条只穿过1天的皱纱裙，用银子打点进了皇宫。入宫后分配去处时，我不争不抢，等好去处挑尽了，只剩下2个地方，一个是冷宫，看管封妃，还有一个地方是万寿宫，那是囚禁皇上萧玉生母太后柳氏娘娘的地方。我挑了万寿宫，太后柳氏娘娘被关在里面，谁也不让见。我入宫后不久，太后柳氏娘娘腹中的胎儿快要超过3个月了，不能再拖下去。皇上萧玉让太医院送来一碗浓浓的堕胎药，也是那一天我才有机会见到太后柳氏一面。她见到我，一脸吃惊错愕，你不是许家的小丫头，为何会在皇宫里？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。得知她的秘密后，我知道太后柳氏爱那权臣陆恒之身，对这孩子也是爱屋及乌，百般舍不得打掉，不然也不会拖到今日。娘娘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吗？她怔了怔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望向我。你能帮哀家留住他？我笑了起来。当然，不过娘娘生下孩子之后要交给奴婢抚养。见她犹豫，我笑了起来。娘娘，万寿宫里藏不了孩子，皇上萧玉知道他的存在，会把他活活摔死不可。思考良久之后，太后柳氏答应了我。她喝下了堕胎药后不久，出血不止。我捧着铜盆着急忙慌，像是吓坏了一样跑了出去。堕下来了，太后柳氏娘娘腹中的孩子已经没了。皇上萧玉和太医都守在外面。太医看了一眼铜盆里白色的胎囊，朝皇上萧玉点点头。皇上萧玉要进去看太后柳氏一眼，被我拦住。太后柳氏小产，里面血腥未重，奴婢担心冲撞了皇上萧玉，他倒是没有坚持。得知太后柳氏肚子里野种确实没了，放心的起身离开。我回到殿中，用银针帮太后柳氏止血，又为她喝下保胎药。血是真的，胎囊是假的，不过是我用宣纸和蛋清做出来的，也能飘在血水中，白色的一团，让人分不清楚。太后柳氏的万寿宫宛若禁地，无人问津。她唯一依赖相信的只有我一个宫婢。听说太后柳氏小产之后便是半疯了，不许任何人靠近宫殿半步，连皇上萧玉也不见。这般瞒得严实，终于在几个月之后，太后柳氏产下了一个婴孩。为了让孩子活命，她死死咬着木条，没发出一点声音。我赌对了，是个皇子。太后柳氏高龄产子后伤了元气，很快油尽灯枯。她临死之前抓住我的手，让我将那个无名无姓的孩子抚养长大。我笑着应下，不把他抚养长大，怎能看一场兄弟相争的好戏？我把孩子藏在宽大的宫裙之下，给他下了一点昏睡的药，确保他不会哭出声被人发觉。利用探亲之际，把这个孩子交给宫外的爹爹和兄长景渊抚养长大。皇帝萧玉暴虐，宠幸贵妃苏氏。贵妃苏氏娘娘对任何靠近皇上萧玉的女子都施以极刑，剜下女子的面皮，把人做成人质养在罐子里，不知有多少宫女遭殃。侥幸怀上龙子的女子，皆会被他带去猎场当靶子，活活射掉腹中的孩子。许是做了太多恶事，这么多年贵妃苏氏膝下一个子嗣也没有，皇位无人可继，朝中局势动荡。皇室宗亲对皇位虎视眈眈。孩子长大一些后，我把太后柳氏的遗物送出了皇宫，没有隐瞒他的身世，一次次告诉他，害死他母后和父亲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当今天子萧玉。向他描绘太后柳氏为了生下他多不容易，他权臣陆恒生父死得有多惨，灌下毒酒后痛得要扯出自己的肠子。他想要复仇，必须写认当今天子萧玉。我把仇恨的种子种下之后，只等着他生根发芽，没有让我失望。这个孩子极为聪慧，同他权臣陆恒父亲一样野心勃勃。他联系上了权臣陆恒的旧部，暗中组建军队。他利用太后柳氏的遗物，自称是先帝遗孤，是先帝的子嗣，皇室正统血脉。15年之后，他领兵气势汹汹而来，清君侧，诛杀帝王身边的宠妃苏氏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攻入皇宫。而龙椅上的皇帝萧玉因为残暴，早已失去了臣子拥护。我蛰伏筹谋了这么多年，等的就是今日。前世他灭我全族，一刀刀剜尽我身上的血肉；这一世我夺他皇位，利用手足相残，乱他天下。在听到暴君和妖妃的下场，我已出宫，回到了那间不大的医馆中，跟兄长景渊一起行医救人。爹爹双鬓已经白透了，时常跟我们说他看到芸娘，芸娘要来接他。芸娘是我们的母亲。我笑了起来，又下厨给爹爹和兄长景渊做了一顿饭。晚上的时候，我给爹爹斟酒，爹爹喝得微醺，望着天上圆满的月亮，忽然落下泪来。他哭着说，这一世儿女都在，圆圆满满，没有什么对不起芸娘的了，就算到了奈何桥，也能拉着芸娘的手一起喝下孟婆汤。我俯下身帮爹爹擦了擦眼泪，笑着道，还有一件不圆满，爹爹还不知他们的下场。暴君萧玉被他的手足割去了头颅，悬挂在城楼之上，风吹日晒，被鸟啄食，路过城下的百姓都能唾上一口。他的宠妃苏氏在皇城被攻破那日想要逃走，却被积怨已久的宫人太监抓住，溺死在了宫中粪池里。
我话音落下，爹爹手中的酒盏当啷一声磕在桌案上，浑浊的眼眸里翻涌着震惊与复杂。他望着院中秋月，半晌才喃喃道：“造孽啊，可也该如此。”兄长景渊放下筷子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脸上却没有半分怜悯，只有如释重负的释然。这是他们欠我们许家的，也是欠天下人的。那晚的月光格外清亮，映着我们一家三口的身影，桌上的酒菜渐渐凉透，可心中积压多年的郁气，却随着这番倾诉消散了大半。爹爹喝到微醺，拉着我和兄长的手，一遍遍念叨着娘亲芸娘的名字，说这辈子能护着儿女平安，能亲眼看到仇人伏法，就算到了阴曹地府，也能挺直腰杆见芸娘了。日子渐渐回归平静，城中的陈氏医馆名声越来越响。爹爹的仁善，兄长的稳重，再加上我偶尔出手的奇症诊治，让医馆成了街坊邻里口中的活菩萨馆。我们依旧收微薄的诊金，遇到穷苦人家便分文不取，就像前世在村子里那样。只是这一世再无性命之忧，唯有安稳度日的踏实。这日清晨，医馆刚开门，就迎来了一个面色慌张的妇人，抱着一个发高烧的孩童，哭着跪在爹爹面前：“陈大夫，求您救救我的孩儿！城里的药铺都不肯收治，说孩子烧得太厉害，怕是没救了。”爹爹连忙将妇人扶起，仔细给孩童诊脉，眉头紧锁，是急惊风，耽搁不得。景渊，取针来。兄长应声取来银针，爹爹凝神施针，我则去药房抓药煎药。忙到午时，孩童的烧终于退了些，妇人感激涕零，掏出身上仅有的几文钱，却被爹爹摆手拒绝：“孩子要紧，钱先收着，等孩子痊愈了再说。”妇人对着我们连连磕头，哽咽着说：“陈大夫真是活神仙！我听说前几日城西张大户的独子也是得了这病，找了多少大夫都没用。”最后我心中一动，城西张大户是前朝旧臣，当年颇受萧玉重用，手上沾了不少忠良的血，他的独子夭折，莫非是报应？正思忖着，门外忽然来了两个身着青衫的男子，神色冷峻，径直走到柜台前，其中一人沉声道：“请问是陈渊先生吗？我家主人有请。”兄长抬头，眼中闪过一丝警惕：“你们是谁？你家主人是谁？”那男子面无表情：“主人姓赵，是城中商户，家中老母病重，听闻陈先生医术高明，特来请先生出诊。”我打量着两人，他们腰间虽未佩刀，却身姿挺拔，步履沉稳，不像是普通商户的随从，倒像是习武之人。抱歉，我上前一步，挡在兄长身前，语气平淡：“家兄今日已有出诊安排，若你家主人诚心求医，可带老母前来医馆，我爹和家兄都会尽力诊治。”那两人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一丝不耐，却也没有强求，只是留下一句还请先生三思，便转身离开了。他们走后，兄长皱着眉道：“这两人不对劲，不像是求医的，倒像是来试探的。”爹爹放下手中的草药，沉声道：“近来城中不太平，听说萧玉的几个就不逃了出来，在暗中勾结势力，想要报复新帝，我们行事还是谨慎些好。”我心中一凛，果然萧玉虽死，他的余孽却未清除干净，他们找上来，怕是已经查到了我们的真实身份。当年的许家幸存者也是新帝的恩人，这些人恨新帝夺了江山，恨我们间接助力新帝，自然不会放过我们。接下来的几日，医馆周围总能看到陌生的身影徘徊，有人假意求医，打探我们的来历，有人深夜在医馆外徘徊，鬼鬼祟祟。兄长暗中观察，发现这些人都与那日来的青衫男子有关，背后的赵姓商户恐怕就是萧玉旧部的头目。我知道躲是躲不过去的，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若不彻底解决，迟早会给我们一家带来杀身之祸。当晚，我召集爹爹和兄长，说出了自己的打算。他们既然冲着我们来，我们便不能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，将他们的行踪告知新帝，让朝廷来处理。兄长却摇了摇头：“新帝刚登基不久，朝堂尚未稳固，我们若此时求助，反倒显得我们无能，也可能让新帝为难。不如我们自己设个圈套，将这些人引出来，一网打尽。”爹爹沉吟片刻，点了点头：“你兄长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行医之人虽不善打打杀杀，但也懂些药理和计谋，只要计划周全，未必不能成功。”我们商议到深夜，最终定下计策，由我假装发现他们的踪迹，心生畏惧，偷偷派人给赵姓商户送信，说愿意交出当年与新帝相关的信物，只求他们放过我们一家，约定在城外的破庙交易。然后我们在破庙周围设下埋伏，利用迷药和陷阱将他们困住，再通知新帝派来的人收尾。第二日，我按照计划找了个可靠的伙计，让他带着一封伪造的信，悄悄送到了赵姓商户的府邸。信中言辞恳切，满是畏惧，说当年救太后、助新帝都是被逼无奈，如今只想安稳度日，愿将太后当年留下的玉佩交出，只求自保。不出所料，傍晚时分，伙计带回了消息，对方约定3日后深夜在城外西郊的破庙交易，让我们独自一人前往，不许带旁人，否则就立刻血洗医馆。他们果然上钩了。兄长眼中闪过一丝厉色，这几日我已经在破庙周围布好了陷阱，埋了迷烟弹，只要他们进去，保管插翅难飞。爹爹则取出几包特制的药粉，这是醉魂散，御风即散，吸入者半个时辰内动弹不得，正好用来对付他们。我点了点头，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计划。交易时，我去拖延时间，等他们全部进入破庙，兄长就点燃迷烟弹，爹爹在破庙外守着，防止有人逃跑。另外，我已经通过当年在万寿宫认识的一个宫女，给新帝递了消息，让他派一队精兵在破庙附近接应，等我们困住他们，就将其拿下。
3日时间转瞬即逝。当晚月色昏暗，乌云蔽天，正是行事的好时机。我换上一身素衣，将一块伪造的玉佩藏在怀中，独自一人朝着西郊破庙走去。兄长和爹爹则提前半个时辰出发，前往破庙布置。破庙荒废已久，断壁残垣，杂草丛生，月光透过残破的屋顶，洒下斑驳的影子，显得格外阴森。我刚走到庙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低沉的说话声：“那丫头怎么还没来？不会是耍什么花招吧？”放心，她一家都在我们手上，不敢耍花样。等拿到玉佩，再杀了她，也算为陛下报仇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走了进去。庙内站着10几个黑衣男子，个个手持兵刃，眼神凶狠。为首的是一个面色阴鸷的中年男子，想必就是那个赵姓商户萧玉当年的贴身侍卫长赵虎。玉佩带来了。赵虎盯着我，语气冰冷。我故作紧张，从怀中掏出伪造的玉佩，递了过去。玉佩在此，你们答应我的，拿到玉佩就放过我们一家。赵虎接过玉佩，仔细看了看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这玉佩怎么看着像是假的？我心中一紧，面上却更加慌张。是真的，这是当年太后亲手交给我的，我一直妥善保管，绝对不会有假。就在赵虎犹豫不决之际，我趁机后退一步，朝着门外使了个眼色。兄长立刻会意，点燃了藏在破庙梁柱后的迷烟弹。刹那间，浓烟滚滚，弥漫了整个破庙。黑衣人们纷纷咳嗽起来，眼神迷离，脚步踉跄。不好，是迷烟！赵虎又惊又怒，挥刀朝着我砍来，给我杀了他！我早有准备，侧身躲过刀锋，从袖中掏出一把银针，反手射出，正中赵虎的手腕。赵虎吃痛，大刀哐当落地，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剩下的黑衣人虽然吸入了迷烟，却依旧顽抗，朝着我围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爹爹从门外冲了进来，手中挥舞着撒药粉的布袋，醉魂伞随风飘散，黑衣人一个个倒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兄长也手持短刀冲了进来，将试图反抗的几人制服。就在我们清理现场时，破庙外传来了马蹄声和盔甲碰撞声。新帝派来的精兵到了，领头的将军看到庙内的景象，连忙上前拱手：“灵犀姑娘，幸不辱命。”赵虎和他的手下被尽数拿下，押上了囚车。临走时，赵虎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许灵犀，你给我等着，萧氏宗室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没有理会。这些败寇已成阶下囚，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。回到医馆时，天已经蒙蒙亮，爹爹和兄长都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疲惫却欣慰的笑容。我知道，这一次我们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帮新帝清除了一个心腹大患，让天下太平又多了一份保障。可我心中清楚，这并不是结束。萧氏宗室势力庞大，虽然新帝登基后打压了不少，但仍有残余散布在各地。只要他们还在，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高枕无忧。而我也必须继续保持警惕，守护好我的家人。赵虎被擒后，新帝念及灵犀的功劳，下旨赏赐了黄金1000两，绸缎100匹，还封了爹爹为太医院供奉，兄长为御前侍卫统领，邀请我们全家入宫居住。可我们依旧婉拒了。爹爹说，我们是医者，不是官员，医馆才是我们的根。兄长也说，守护家人，行医救人，才是我想做的事。新帝见我们态度坚决，便不再强求，只是下旨，陈氏医馆任何人不得骚扰，如有违者，以欺君之罪论处。有了这道圣旨，医馆的日子安稳了许多，那些暗中窥探的目光也渐渐消失了。日子平静地过了半年，转眼到了次年开春，城中万物复苏，医馆的病人也多了起来。这日，我们正在医馆忙碌，忽然看到一队禁军簇拥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，竟是新帝的贴身太监李公公。李公公神色慌张，一进门就跪倒在地：“灵犀姑娘，陈大夫，陈先生，陛下有难，恳请你们出手相助。”我们连忙扶起李公公，爹爹问道：“公公别急，慢慢说，陛下怎么了？”李公公喘了口气，急声道：“萧氏宗室的越王萧策联合了3个藩王，起兵谋反了。叛军势如破竹，已经攻下了3座城池，逼近京城了。陛下派去的军队节节败退，朝中大臣人心惶惶，有人甚至提议投降。”我心中一沉，萧策是萧玉的叔叔，当年被萧玉派去镇守边疆，手握重兵，一直对皇位虎视眈眈。新帝登基后，削了他的兵权，他心中不满，如今趁机作乱，确实是个棘手的对手。叛军来势汹汹，我们只是医者，能帮上什么忙？兄长皱眉道。李公公连忙道：“陛下说，灵犀姑娘智谋过人，当年能助陛下登基，如今一定有办法退敌。陈先生武艺高强，若能领兵作战，定能扭转战局。陈大夫医术高明，军中伤员众多，急需大夫救治。”爹爹沉吟片刻，看向我和兄长：“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叛军作乱，受苦的是百姓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理。”兄长点了点头：“爹说的对，我愿意前往军中，助陛下一臂之力。”我也深吸一口气，我也去。叛军之中必有不少士兵是被迫参战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分化他们。另外，我略懂些兵法，可以给陛下出主意。当日下午，我们收拾好行装，跟着李公公入宫。新帝早已在宫门外等候，见到我们，连忙上前：“姑姑，陈大夫，陈先生，你们来了。”他脸上满是焦虑，眼中却带着希冀。入宫后，我们直奔议事殿。殿内，文武大臣面色凝重，正在激烈地争论着退敌之策。见新帝带着我们进来，大臣们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，有人忍不住道：“陛下，这3位是民间医者，怎能参与军国大事？”新帝沉声道：“灵犀姑姑智谋过人，
陈先生武艺高强，陈大夫医术精湛，他们都是朕的恩人，也是朕的得力助手。如今国难当头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何必拘泥于身份？大臣们不再说话，只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我们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目光，径直走到沙盘前，看着上面标注的战局。越王萧策的叛军虽然是大，但他们战线过长，粮草供应不足，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。另外，萧策为人残暴，军中士兵多有不满，我们可以派人暗中策反，瓦解他们的军心。辛帝眼前一亮，姑姑说的有道理，可派谁去策反呢？我看向兄长，兄长武艺高强，行事沉稳，可以乔装成叛军士兵，混入敌营，联系那些不满萧策的将领，说服他们倒戈。兄长点头，我愿意前往。至于粮草，我继续道，我们可以派一支精兵绕到叛军后方，截断他们的粮草运输线。没有粮草，叛军不战自溃。辛帝连连点头，立刻下令，传朕旨意，命陈渊先生率领500精兵，乔装混入敌营，策反叛军将领；命镇国将军秦越率领1000骑兵，截断叛军粮草。大臣们见我的计策切实可行，纷纷点头赞同。爹爹则道，陛下，军中伤员众多，我愿前往军营救治伤员，稳定军心。辛帝感激道，多谢陈大夫，朕派一队禁军保护您的安全。当日傍晚，兄长和秦越将军便领兵出发了，爹爹也带着药箱前往城外军营，我则留在宫中协助辛帝处理朝政，分析战局，随时与兄长和爹爹保持联系。宫中的日子忙碌而紧张，辛帝虽然年轻，却十分勤政，日夜操劳，处理军务，安抚百姓。我看着他日渐憔悴的面容，心中不禁想起了陆衡。他们父子2人都有着过人的胆识和谋略，只是陆衡生不逢时，被萧玉所害，而辛帝终于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。只是战争是残酷的，每日都有伤亡的消息传来。爹爹从军营送来的书信中，字里行间都透着疲惫和痛心。我知道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快结束这场战争，让百姓早日脱离苦海。兄长混入敌营已有3日，却迟迟没有消息传来，辛帝和我都十分焦急。第4日清晨，终于有信使从敌营传来消息，兄长已经成功联系上了叛军之中的3位将领，副将林威、张勇和李信。这3位将领都是被萧策胁迫参战，心中本就不满，再加上兄长小以厉害，承诺只要他们倒戈，辛帝不仅既往不咎，还会保留他们的官职，赏赐良田。他们当即答应，愿意在关键时刻起兵响应。辛帝得知消息，大喜过望，太好了，有林威3位将军相助，我们胜算大增。我却冷静道，陛下，不可掉以轻心，萧策为人多疑，我们必须小心行事，不能让他察觉丝毫破绽。另外，秦越将军那边截断粮草的进展如何？正说着，殿外传来消息，秦越将军派人回报，叛军的粮草运输线已经成功截断，叛军粮草只够支撑3日。好，辛帝拍案而起，时机已到，传朕旨意，明日清晨全军出击，与林威3位将军里应外合，一举击溃叛军。当晚，我提笔给兄长写了一封信，告知他明日清晨进攻的计划，让他做好准备，保护好自己。信送出后，我心中依旧有些不安，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顺利。萧策老奸巨猾，说不定还有后招。果然，深夜时分，宫中突然传来警报，不好了，叛军偷袭军营。辛帝和我连忙赶到城楼，只见城外火光冲天，喊杀声震天。原来是萧策察觉到粮草被截断，又怀疑军中有人谋反，索性提前发动进攻，想要拼死一搏。陛下，怎么办？大臣们惊慌失措。我沉声道，陛下，冷静，萧策是狗急跳墙，叛军没有粮草，士气低落，只要我们坚守城楼，等到天亮，秦越将军的骑兵回来，再与城中守军里外夹击，定能击退叛军。辛帝点了点头，强作镇定，下令道，传朕旨意，全军死守城楼，不得后退半步，谁敢临阵脱逃，立斩不赦。城楼上箭矢如雨，叛军疯狂地攻城，士兵们奋勇抵抗。我站在城楼之上，看着下方厮杀的人群，心中焦急万分。兄长还在敌营之中，不知安危，爹爹在城外军营，也面临着叛军的偷袭。就在这时，城外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，一支骑兵冲破叛军的包围，朝着城楼而来，是秦越将军的骑兵。他们截断粮草后，连夜赶回，正好遇上叛军攻城，立刻加入了战斗。秦将军来了，士兵们士气大振，奋勇杀敌，叛军腹背受敌，渐渐不敌，开始后退。就在这时，敌营之中突然升起一道信号弹，紧接着叛军后方传来一阵混乱，是兄长和林威3位将军起兵了。萧策又惊又怒，回头望去，只见自己的军营火光冲天，士兵们互相厮杀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想要率军突围，却被秦越将军拦住。萧策，束手就擒吧！秦越将军手持长枪，指着萧策。萧策双目赤红，挥刀朝着秦越将军砍来。休想！我萧策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个垫背的。两人厮杀起来，萧策虽然勇猛，却已是强弩之末。几个回合后，便被秦越将军挑落下马，生擒活捉。叛军见主帅被擒，纷纷放下武器投降。天亮时分，战争终于结束了。我连忙下了城楼，朝着城外军营跑去。远远的就看到爹爹正在给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，兄长站在一旁，身上沾着血迹，看到我，露出了一个疲惫却安心的笑容。兄长，你没事吧？我跑过去，上下打量着他。我没事。兄长摇了摇头，
临危3位将军已经带着投降的士兵前来归顺，这场仗我们赢了。爹爹也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。好了，战争结束了，百姓终于可以安稳度日了。我们回到宫中，辛帝亲自在宫门迎接，见到我们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姑姑、陈大夫、陈先生，你们辛苦了，若不是你们，朕恐怕已经性命不保，这江山也会落入奸人之手。我笑了笑，陛下不必谢我们，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如今叛军已平，萧策被擒，天下太平，陛下应该好好治理朝政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辛帝点了点头，郑重道：姑姑放心，朕定会铭记今日之言，做一个明君，不负百姓，不负姑姑和陈大夫、陈先生的期望。萧策被擒后，辛帝并没有立刻处死他，而是将他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朝中大臣纷纷上奏，要求将萧策凌迟处死，以儆效尤。可辛帝却犹豫不决，前来询问我的意见。姑姑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置萧策？我沉吟片刻，道：萧策谋反，罪该万死，但他毕竟是皇室宗亲，若凌迟处死，难免会让其他宗室心寒，不如将他废为庶人，囚禁终身，既惩罚了他，也彰显了陛下的仁厚。辛帝点了点头，姑姑说的有道理，就按姑姑说的办。处置完萧策，辛帝开始整顿朝政，安抚百姓，减免赋税，鼓励农桑。在他的治理下，天下渐渐恢复了生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朝堂之上也一片清明。我们一家回到了医馆，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只是经过这场战争，我心中的仇恨又淡了几分。我渐渐明白，复仇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意义，守护家人，帮助他人，让天下太平，才是更有价值的事情。